他今天可能会看到说啊，我今天这个是公共场所火警啊，我这个是居家的火警啊，我这个是高楼大厦的火警。对于民众来讲，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好像都不一样。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要帮大家化繁为简。本来火灾的变化就很多，灾害的种类也很多，其实重点是找出他们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93先生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，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。嗨，我是晶晶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呢，这一集其实要来主要回答一些伙伴的提问。那我想说，可能有些伙伴也有疑问，对，就是会想到说，有些案子啊，最近很有名的啊，希望我们来聊聊这个案子。那我想今天主要是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想法是什么，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么做。好，那首先第一个事情是因为呢，我比较希望给大家的是共通性的原则，而不是把焦点锁在单一某一个特别事件上面的处理。除非那这个场火警它真的有非常非常特别、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，否则其实很多的案件他们都是殊途同归的，他们的处理应对方式呢，它原则基本上都是相同的，因为都是火灾。没错。他今天可能会看到说啊，我今天这个是公共场所火警啊，我这个是居家的火警啊，我这个是高楼大厦的火警。对于民众来讲，可能大家会觉得说这好像都不一样。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要帮大家化繁为简。本来火灾的变化就很多，灾害的种类也很多，其实重点是找出他们的共通性。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类型的灾害，不管你今天是发生什么样的火灾，他们一定会有共通点。而我的工作，我的任务就是帮大家找出他们的共通性，跟大家点出这个共通性在哪里。而你要学的，你要掌握的就是这个共通性。所以意思是说，这个共通的原则一定要把它记熟，甚至背熟，你才有办法在不同的情境下去做应变跟规划。没错，除非真的很特别，否则绝大多数的火警，大部分的应变原则都是相同的。举个例子而言，钱柜 KTV 的火灾，它好像很特别，有吗？他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就是记得关门避难。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共通原则之后，自己掌握这个共通原则，用这个原则去做现场的判断。那第二点，这个可能是大家希望我解析考古题，我可以教你解，你也可以背下考古题的解法，但我比较希望的事情是我教你工具。那不管它是不是考古题，我用这个方法，所有的题目我都能够迎刃而解。其实观念就像是解题的基本公式，那些案例呢就是应用问题。我觉得我们要先记住了会用到的公式，你才有办法用这些公式去解答应用问题。我相反过来说，我直接告诉你说这个应用问题该怎么解，该怎么解。那在大家了解或者是晓得这些公式怎么来的之前，那就会变成是我只能告诉你，反正你就是这么套用就对了，反正这个公式就是对的，你也别管为什么。讲到想要听案例分析，我想到台北医院火灾，他们不是在火灾前2个月还是3个月才办过演习，而且演习的非常成功可是哪知道就是2-3个月之后发生了火灾，跟演习是同样的流程，可是起火点不一样，就造成悲剧了。所以我比较不希望说大家会走到这一步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个就会进入到我们第3个原因。我们今天是这种像广播型的这种节目属性，所以我们的节目大部分都会是主题式的。我们今天呢决定跟大家讲哪一个主题，我们就会针对这个主题，然后去解释它。我们讲到案例，可能也是为这个主题而服务。如果你要以这个案例为出发点去讲的话，我觉得根本1-2个小时是讲不完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讲案例常常就只是当成是添加料而已。那我讲故事呢，去佐证我刚才讲的这个概念，去强化我刚才讲的这个原则。像我们上一次有讲到幼儿防灾，那我们当时就提到一个中华路夜市的火警。讲真的，如果我们要改成是以案例出发的话，它可以提到的概念就多了。我可以从联动式助警器，我可以从低姿势爬行，
我可以从市井，我可以从幼儿防灾，光这个案例而已，它就可以牵涉到这么多东西，所以它变成是时间用量会非常的庞大。所以其实呢，我大部分呢都是在外面直接接到那种2-3个小时的演讲的时候，我才会改变我的方式，改成是以案例为出发，而不是只是单讲主题式。讲完案例之后呢，我就来跟大家讲那这个案例里面可以教我们什么概念呢？我就一个跟大家讲。演讲有演讲的方式，广播有广播的录制的方式，对，没错，都会有限制。所以我可以明白大家想要听案例的这个情况只是呢，一方面是我的理想，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是我们这个节目属性时间的关系，我只会把案例当成是佐证一些我讲的事情而已。虽然现阶段我们刚刚讲的，我们现阶段的想法是如此，我们会持续的评估，然后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会做一些调整，做一些尝试。没错。好，那我想呢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。那么希望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。如果各位有从这一集获得收获的话呢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影片。另外也想问问你们对我们的节目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？今天就到这边咯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以下就是负能量发言，如果不想听的可以直接跳走。非常的希望大家在提问的时候能够态度好一点，真的是有点不爽。你问问题，我们真的就是会尽力回答你。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的问一件事情，因为要做每一集节目都是收集好很久很久的资料，然后也是经过你以往的工作经验、讲座经验，然后你也亲身去做实验的，你才会有这些 data。我教大家的东西，我们自己都在这么做，所以呢，火灾求生也好，地震求生也好，认为我讲的可以帮助到很多人，可以救很多的人命，所以我会大肆的宣扬。但是如果无法说服您，那我觉得就算了。但重点是你自己所坚信的那一套理论，当灾害发生时，你会不会真的去实践它？